我来的，你跟那个你来的。那把这个怪我了，现在要靠我工作。哦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那挖机。最近是跟别墅杠上了，多是扎堆准备年前办酒席，乔迁新居。左边这栋哥哥房子的装修搞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打算把整个房子的四周全部打了混凝土，才好在平里把桌凳办酒席。这个东家有点懒，这些凳子啊、桶子啊都没有扒开。想让陈师傅扒开，陈师傅就是直接用挖机挖，嘿嘿，就算挖坏了也不要怪我，反正我是绝对不会下挖机人工下去扒的。这个门也是直接挖着丢到围墙上面去，这些棍子啊、管子啊同样是这样丢。东家为了好多土鸡，等我把活干完结账的时候，给东家优惠10分钟，看他能不能够送我一只土鸡。整栋房子的下水管已经全部装好，就是没有贴土。东家让我在围墙的外面把防土挖进来，贴在管子上面。前面由于太窄，挖机过不去了，我就先把能够贴到的地方给它填满，然后凭着旁边检查井的高度，把这块屏全部整理好。整平到这里的时候就少了土。东家叫我把2个房子中间过道里面的土全部转到房子的后面去，先把后面整平。因为2个房子的过道中间埋了很多管子，如果让车子拉土进来，就会把管子压坏，所以只能用挖机这样一斗一斗的转进去。把房子的后面和过道全部整平之后，东家要我在上面铺一层沙子。后来东家看我这样用挖机一斗一斗的转划不来，2栋房子后面要铺的沙子，他就打算叫一个拖拉机来转，拖拉机还要明天才能来。东家就要我先把前屏给他整理好，先把这些管子上面全部用沙子给它填满。管子上面用沙子填还是比用土好一点，主要是沉降没有那么大。这边管子填了的地方就给它整平，然后又把后面的管子用沙子给它填满，最上面再填一层薄薄的土，然后就一边整平一边往后退。这里我在混凝土里面砸了2根大钢筋出来，没想到被东家劫走了，又少挣了几十块。这些钢筋混凝土块平里没地方填，所以东家就叫了一个车过来给他装出去扔掉。把这些大块头全部装到车上之后，司机说这些垃圾他没有地方扔，就只能扔在马路旁边东家自己的地里面。这里也堆满了很多土，要先把这些土整平，车子才好倒过来。后来东家想了想，要我把这里整得非常平，他前屏打混凝土的材料打算全部堆到这里，整平之后就给他反复压紧。干了一天，第2天来，拖拉机也来了，先把屏里面这些还有用的沙子用拖拉机转出去。这一躲不小心把东家的工具都挖坏了，还好没被发现，赶紧装到车上用沙子把它盖住。这样用手摇的拖拉机，老铁们你们有多久没有看见过了？这个老司机一把就把拖拉机摇起来了。把这些好沙子全部转出去之后，接下来就转这种土沙子，这种沙子就只能用于铺在屏里，所以用这个拖拉机转到后面去。可没想到的是，他后门都没有关，本来就装不了2沙斗，他还不关后门，他竟然玩这种小聪明，我最看不惯这种，所以我一直给他堆得满满的，然后还给他用力的趴紧。大货车又拉了一车过来了。其实像这种情况，东家叫一个小铲车还划得来一点，铲车就可以直接铲过去了。才装了刹车，拖拉机就卸住了，让我帮他把货箱里的沙子先推下去，然后他自己再尝试看能不能够把拖拉机开出来。挣扎了几下，这个越野神器还是没怎么用，我帮他轻轻的一拉，他就出来了。我下去看一下，原来是他压坏了一根好大的下水管。东家前面提醒过他的，要他别开到这里去，没想到还是被他压坏了，所以东家跟拖拉机说要他一人出一半把管子修好，但是拖拉机他不同意，他罢工不帮东家拉了，所以我只能用挖机这样一斗一斗的转了。又这样干了1天才把这后面整平。第3天我们继续把剩下的事情做完，前面有个镐子挡住了我的去路，我用斗伸过去，他却往我挖斗那边跑，
结果一头就撞到我斗上面，骂骂咧咧的跑了。后面和过道已经全部铺上了沙子。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茄坪全部整理好，然后铺上沙子。马路对面打混凝土的材料已经全部拉回来了。我把2栋别墅的茄坪全部铺好沙子之后，东家就要我和货车司机2个人反复的压。东家说不管压多久，一定要帮他压紧。我们从白天一直压到天黑。第4天，东家就准备打混凝土了，用了1天1瓦的时间打了150立方混凝土。现在混凝土都还没怎么干，东家就把我叫过来了。我以为是东家叫我过来结账，我高高兴兴的在东家面前一顿夸奖自己。结果东家把我叫到这里，让我看一下。老板，这个怪我了，现在要靠我工资。东家说这个是我整的平，说我没有给他压紧，所以现在要靠我工资，不给我结账。老铁们，你们说我该怎么办？我说啊，回望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好了啊，感谢啊！感谢的啊，没。哦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大挖机。今天在去挖鱼塘的路上，有个车子把我的路挡住了。当我下来让他们把车子移一下的时候，结果这几个人说，如果我不帮他们，就不让我过去。一个新人师傅过来呀，挖一个啊，正啊，这500块钱就帮我挖嘞。500，你已经挖了一半了是吧？挖到地里过来，挖了一半500了。哦，要的，我帮你挖一下过来。辛苦你啊！原来他们8个人是在这里挖井，已经轮流挖了2天，才挖了1米多深。下面的土越来越紧，也越来越难挖。他们看到我挖机，就看到救星一样的。8个人轮流挖了2天，才挖了1米多深。照他们这个速度挖下去，不知道要挖到猴年马月。总共8个人，就有7个人在旁边烤火。最勤快的那个人却是一个70多岁的大爷，难怪挖了2天才挖了这么一点。干活之前，我们先行3个礼，无意冒犯，有事找大爷。感觉挖机还是没有把正，先在空中反复比较几次，确认挖斗跟这个井在同一条直线上之后，挖斗才慢慢的下去挖土。结果上来的时候却上不来了，挖斗把2边井口的土全部挖松了。大爷让我把这些刚才弄松的土全部压紧，然后我再调整一下挖机的位置，应该是我的挖斗间隙有点大造成的。我再行3个礼，要是挖得不好，就找他们8个人，是他们把我堵住，硬要我用挖机挖的。刚好1斗的宽度，每次挖土上来都是小心翼翼的，每挖1斗土，大爷就拿尺子量一下。我最不喜欢我在挖的时候别人用尺子在旁边量了，只要我挖机挖不到了，就基本上有3米多深了。每挖1斗就量一下，这完全就是不尊重我的专业嘛。总共挖了20分钟，直到挖机再也挖不下为止。然后我就没办法了，东家就不让我挖了。我说啊，回望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好了啊，感谢啊！感谢的啊！没，辛苦了啊！好。他们8个人每人出了几十，拿了500给我，另加了2包烟。今天在路上无意中解的这个活还是不错的，虽然没有1080，但是我只挖了一半也给了这么多。上车的时候再行9个礼，感谢他们9个人。上拖车准备去下一个地方挖鱼塘。今天多挣了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喜欢陈师傅的给陈师傅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